大家好。那我们接续的有关于资料视觉化在高速公路的电子匝道的位置这一块，有关于 Google Map 的汇入教学。那这是属于我们讲解的第二部分。那第一部分呢，当然我们已经要先完成有关于所有的 GPS 的下载，而且我们在前一个步骤呢，我们把这些电子匝道的位置呢，把它筛选出来，就是有国道1号，然后北上的这些资料。那这边有一个，我其实就是大家完成以后有一个参考的啦哈，所以有机会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完成的话大概长这个样子哦。那我在这边先做个简单的演练，这是我们后面经过这几个步骤。那我们就可以完成这样。那我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 demo 就是后面我们就是会完成这一些东西出来。那这边就是所谓的这些资料的汇入啦。那我们就是会 follow 这个东西，然后把这一些资料在 Google Map 上把它标示出来。那我们等一下要表示出来就是属于这一个就是你如何，我们在第一个阶段，我们筛选出来的这一些所有的这一些国道1号北上的注意这边都是 N， 所以我们如何把这些资料在 Excel 档如何 upload 到 Google Map 上面去，那这个是我们等一下要展示的部分。好，那我们接着看看我们等一下要做的那这个目标就是国道北岸的匝道，那这是我们刚刚展示，就是我们要做出这一个东西出来。那其实这边是有关于我前面相关的一个 paper 啦那后面的有一些图呢，我们就是拿这个图的范例来说明。那第一个就是说前面有讲到，就是说有关于电子匝道跟交流道，这个我是觉得这个很重要交流道像这个车上下的叫做交流道，然后两个交流道中间这个才是电子匝道。所以有时候如果把它搞混了你会不知道你在算什么。所以这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电子匝道是在两个交流道中间，这是我们跟像有的国家是不一样的，像有的国家是把电子匝道就做在那个交流道口，所以它会算得很准哪个匝道进去要几点几分。可是我们台湾目前远通是把它放到这个两个交流道的中间，感觉是比较节省成本像这是我的车上面会有 eTag那我这是比较旧的啦旧会贴在那个前面的灯上面，那比较新式的都会贴在那个挡风玻璃的内侧那他那时候的考量是说，有的挡风玻璃上面有隔热纸那有时候讯号会收不到，所以那个要贴这个 eTag 之前都还要先测一下那个前挡风玻璃的隔热纸是不是会阻挡到这个讯号的收获。那我那时候测的好像不行，所以我只能贴在那个前车灯上面不过这会有问题啦久了这个可能就是风吹雨打，这个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匝道我们的位置GPS， 你会看到，如果是台湾，你常常在上高速公路，你在高速公路上其实也会看到这种电子匝道它是在两个交流道的中间，所以你会发现这边上面有很多感应器那现在比较强的还会有那个灯你过去它会打一下，尤其是在晚上你会发现，那为什么还要配合那个照相呢？因为有的可能没有装 eTag， 那你就要用那个影像来辨别，然后再寄账单给它会有影像辨识你的车牌如果 eTag 当然是就直接 eTag， 不过 eTag 有时候也会有那一些杂七杂八的问题啦所以这边就是所谓的电子匝道一个范例然后这是我从我的 paper 上面把它载下来的。所以像这一个国道1号 196.0， 你会发现这边其实如果放大一点，应该可以看到这 196.0 那是北向所以是往台北的方向那我记得没错，这个应该是在云林那一边196应该是在云林那个附近的一个电子匝道有空大家可以过去看国道1号云林北向的这个位置那这一张图是那时候我在开车，我叫我儿子帮忙拍的那这个就是一个照片。
好，那我们这边也跟各位讲过，就是有关于刚刚的那一个步骤，有关于资料的下载，你只要下载这个 CSV 档，然后把它存下来。那我们这边是把它存到 Google 上面去啦，我们把它下载，然后放到 Google 的 Drive 上面去。那等一下我们再做一些输入汇入的动作，可能会比较简单一点，所以我是把它放到 Google 的云端上面。好，那你在这边把它开启了以后，那这边为什么我要把它放到那个 Google 云端上面？因为会牵涉到大家在 Local 上面的界面会不一样。你可能有 Excel 还是它没有 Excel 啦，然后还是你是 Linux 的版本，可能会有界面操作上不一样啦，所以这边不是说一定要啦，可是我为了讲解方便起见，那我就统一大家都把它放到 Google 的那个云端硬碟上面，然后统一用 Google 的软体把它打开。那这个就用 Google Drive 上面把它打开，那你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前面的这些资料。那我们可以用 Google 的试算单来做刚刚我们前一个讲的有关于国道1号北上的筛选的问题。这边可能是我剪辑起来的一块，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些 GPS 的一些资料。好，那这边有一个比较 critical 的一个地方，那为什么要新增一个栏位？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标示这个交流道的时候呢，其实这样是蛮难标示的。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蛮难标示的。你在这边台北圆山，可是你未来在标示的时候是编号，那其实这个编号是一个里程数，是两个交流道中间，可是我们看这个数字就是会有一点点盲点。什么盲点呢？就是你看这个编号，你其实有时候不晓得它是在哪两个交流道中间。所以在这边我希望未来在标示的时候能够把这个编号取代掉，就是我这个代码能够用起讫的交流道来代替这个代码，那我们在做这个资料处理的时候可能就会比较 make sense。 因为有时候看到这个编码从几公里到几公里，其实我们会比较没有概念它是从哪个交流道哪个交流道，所以下面的这一边我就是想说这在实务上面我们还是需要能够用一个简单的转换，那我们不要只有看这个数字就从北到南的哪个公里数，而是我们确实用开始跟结束的交流道来代替。所以我们就是用一个简单的一个 Excel 的公式kit 起来，我就新增了一个栏位，把这两个字串把它连接起来，然后中间用一个箭头，那我们就知道这个有方向。所以这个是一个方向性，因为我们会有南到北、北到南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 tricky 的地方啦。那这是我自己再加上去的，让大家未来在看的时候不要看到都是一个代码，而是我们把它的起讫交流道也放上去，那这样子大家在辨识的时候会更加的容易。所以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我们就把这个起讫的东西把它放进来。那当然这边有关于南向跟北向的啦，所以你自己要小心一点。南向是这样子，然后北向就这样子，你要把它个别的标示。所以这边可能你自己就要先筛选，然后再来标示。那这个是标示完的结果，所以这个在实务上也是一个大家可以在学习的地方啦。那虽然这不是一个这是一个一般的技巧，可是我想说把它带到我们的这个课程里面，让大家也可以学以致用一下。好，那建立筛选器了以后，就是说你北基隆到基隆端，那你南呢就是基隆端到基隆，这两个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按照我们刚刚的这个需求，我们把它筛成国道1号北上的，所以你在筛选就是在这个国道北选到国道1号跟高架。那高架是我上一个 topic 有解释过，因为桃园那一段它为了增加那个流量，有平面道路跟高架的。那当然高架它有一些限制啊，台湾都知道货车啦就不能去跑，不能跑高架，你大货车啦连接车是不能跑高架的，所以这一边是有一些分流的装置啊。那你再选北上，那这样子选完了以后，我们就会得到有关于国道1号然后北向的这一部分，然后我们再把筛选出来的这一些，然后拿在我们后面的使用。所以这样子我们多了这一个，未来呢我们在处理的时候呢，我们就
可以不用完全都是看代码，你未来可以把这一个栏位放进来，所以你就会很清楚这一个代码是在哪2个交流道之间，然后它的方向是怎样子，那会更加的一个清楚。那这是有关于资料的这些处理上面的一个小技巧。好，那我们就把这一些资料呢，把它复制下来开启一个新文件然后就把它贴到这个新文件，然后把这个名字那我是把它取成01FN表示是国道1号，然后北上的匝道所以这样子我就拿到了这一些国道1号北上匝道的这一些资料那这个我就存下来。好，那所以这样子呢，我就准备好了国道1号北上的这些资料。那等一下我们就可以把这些资料呢，把它汇到这个 Google Map 上面，然后再把它标示出来。所以这个在 Google Map 上面这边就是比较 tricky 的地方你们在这个 Google Map 上面，如果你有看到的话，其实在这个左上角这边有一些横线你只要这边把它点击一下，你就可以看到你的地点。不过这边就是你一定要有 Google 的账号，不然你的地点怎么知道这是谁的呢？所以你在点击你的地点的时候，它就会要求你登录你的 Google 的账号因为它不是一个 general， 你既然说要你的地点，它当然记住你是谁啊所以这边它会要求你要登录 Google 的 Map 的 Google 的账号。那我相信目前大概几乎每个人都有Google 的账号，所以这个你就登进去就好。登进去以后，一般它会显示出你 default 的位置，就 Google Map 它会抓你的那个位置，然后一开始就会显现出，假设我是在亚洲大学，它一般秀出来，它假设你可以有 reveal 你的position 位置的话，它通常会秀出你在的位置那这个课程如果是在亚洲大学，它就是会秀出亚洲大学附近的这个位置。好，那所以你只要登进去，你按照你的地点了以后，那它通常就会显示出这个样子你的位置。那这一边有一个，它会显示出清单标示这边有一个叫地图这个位置，所以你的资料在地图这一边呢，你把它再按一下呢，你就会显示出很多的地图。那这个当然是我上课的时候，我在这边有上过几次课，都会用相同的这些 Google Map 的资料。那这些有的是学生建完他分享给我的，所以我上面有各式各样的一个地图不过你们可能应该第一次进来应该没有看到这些地图。好，那最下面你把它拉到最下面有个叫建立地图这个地方那你在这个建立地图这个地方呢，你再按一下，你就会显示出它准备好一个新的地方让你去做这个地图的汇入的动作。那当然了，你这些地图可以做一些命名的动作你可以做这些命名的动作。好，那我这边统一你可以取自己的名字啦我就说国道电子匝道收费然后简单说一个地图的一个名字，然后这是我那时候在做投影片的时候的日期那我就这样子把它做完。那你这个地图里面有很多种层所以虽然是这个地图，可是它里面有很多 layer 你可以用好像是那个贴图的方面，你可以用看到不同的地图层所以我这边的每一层，第一层我就把它编成01FN表示这是等一下要做的国道1号北上的这一些那我把它放上来，做了地图的名字，然后分层那我第一步就是先把国道1号北上的这个，那当然你要把这些资料把它汇进来那我们就选汇入，它就会把我们前面筛选出来的那一些资料那我们就选那个档案。那这边当然你 local 端假设你有下载到你的电脑，你可以用这边上传。那我是为了讲解一致性我们那时候就是把它全部都放在这个 Google 云端的硬碟那这样界面做起来大家比较一致不会说你是 Mac 啦，我是微软的啦，还是我是 Linux 会不一样，所以这边其实都可以啦那我这边的用法是因为界面的一致性。好，那在这个云端上面，这个就是我们上一个回合我们解释说我们有把它筛选放上来的那你把它点击开
那里面很重要的就是说，你要把它放上去，它会先要求你去你的栏位的精度跟纬度，所以你点击开以后，它会自动把你档案里面的那个栏位都列在这一边。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跟这个地图讲你的纬度是哪个栏位，精度是哪个栏位，所以你就是先勾选这个纬度，然后它当然会有一个，你就跟它对应起来，哦，这个栏位就是纬度。那当然我们这样是。这个不是写的很明显嘛？可是有时候那个栏位的名称不会写的这么刚好哦，它可能有不一样的名字，所以这边是固定的，那这边你可能就是自己要小心一点。只是在我们的范例里面，它就刚好名字写一样哦，所以这个是比较简单的。所以你就定义它的纬度，然后再下一个选它的精度，把这两个选起来哦。所以它每一笔资料对上去的精度、纬度，我们就知道了哦。那当然，我们的标记啦，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要把它用一个起点交流道跟气点交流道，这是我们在前面去新增出来的。当然，你有时候很厉害，我就直接用代码就好了。可是这一边，我希望比较能够让各位在处理这一些电子匝道的时候，在地理观念比较强一点，因为我们很多大概都是在台湾住了很久了所以。你给它一个起气交流道，然后在一个方向，我们很容易去辨别出来因为我们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地区的专家了我就会知道是在哪个部分所以这个标记是原先没有的我们前面加工把它做出来的。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所以在这个地方把它标示出来汇进去，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些资料。那这边有很多个点你只要稍微点一下，就可以看到这些的资料。所以以展示方面来讲，大概就是会长这个样子就是我按一下，那它就会显示出这一些的资料出来。怎么起气的那个东西没有进来？可能我在汇进去的时候，我没有用那一个资料，不然应该是会有那一个栏位啦起点所以这个就是大概是汇进来，就是会大概长这个样子哇！所以很简单，如果说你这个标示出来，我是希望大家就可以就近来对一下你比较熟悉的那个位置那看一看，这个是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那这个目前做出来是国道1号北上这边是国道1号北上，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这个电子匝道的位置你可以用这样子点在这个地方那你可以，所以其实你也可以注意有空可以注意再看一下，其实它都是在两个交流道的中间这是某个交流道，然后这是某个交流道，它都是在两个交流道的一个中间是电子匝道所以这是你要可以汇完以后，你可以再来对应一下再检视一下你的资料是不是对。好，那所以这是什么台中大雅啦国道1号，这是我们亚洲大学，在很多学生就会从那边搭客运下来，就台中大雅这一段。那所以这边是让我们演练给你看的啦所以我也希望就是说在这个课程的时候，你 follow 这样做了以后，那自己呢也可以重复刚刚那个步骤然后做一个国道3号的故意把它1号变成3号，然后把它弄成一个南向的所以你也可以做出一个国道1号南向，然后同样的也可以把它汇进去。那这边就是国道3号南向的就是从北到南往南的方向那你也可以再做一次。那以上呢就是有关于这一节关于如何把电子匝道然后汇到 Google Map 的一个操作过程。